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来到吉米调查局。本期的故事灵感由网友大将友情提供，再次表示感谢。做新加坡的案件，这已经是第9个了。除去第一件陈家四子案是未解的悬案之外，其他都是以真凶落网结尾的。不过今天的这桩案件有点特别。2007年19岁的少女张伟玲在聚会后离奇失踪，家人苦寻多年无果。然而就在2020年，因为一个关键证物的发现，13年的悬案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嫌凶的归案却又让所有关心张伟玲的人感到五味杂陈。下面就开始今天的讲述。这个女孩叫做张伟玲，英文名 Felicia， 她和父母、弟弟一起住在新加坡贝恩街233号的祖屋。她身高1.69米，身材修长，留一头乌黑的短发。2007年她才19岁，在拉塞尔艺术学院学习美术。闲暇时，她在 The Louvre 和 Bungie Bar 这2家酒吧做兼职的调酒师。她的同事都形容她是个工作负责的活泼女孩。初入社会，她领到工资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母亲上街，买了2个同色不同款的皮包，母女俩一人一个。性格外向的她交友广泛，手机不离身，不讲电话的时候，短信总是发个不停。2007年6月29日星期五，这天晚上6点钟左右，张伟玲离开家去往学校。她参加了在拉塞尔学院举行的一场聚会，散场以后，她去了马林台的朋友家。她告诉朋友西提和她的母亲，她要去那里参加另一场派对。第二天是西提大婚的日子，而张伟玲却迟迟没有出现。她的好姐妹安娜感到非常的奇怪，她们俩本来约好要穿上同色系的盛装出席西提的婚礼。伟玲没有去酒吧上班，之前她从来没有旷工过。在家的张妈妈同样没等到女儿回来，她感到焦急万分。女儿偶尔会在外面过夜，但从来不忘打电话报平安。总之，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没人收到伟玲的任何消息。也许一位好友的话最能代表当时所有人的想法。伟玲不喜欢独处，又是一个一刻不停都要摆弄手机的人，所以怎么会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呢？张妈妈回忆起失踪那晚，伟玲告诉她要去马林台参加派对。张妈妈说，我知道她的一个同学住在那里，我到那座祖屋去，到处询问，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在之后的日子里，张家父母走遍义顺、牙龙和雾兰寻找女儿，他俩还担心女儿被人带到了海峡对岸的马来西亚新山，于是去到那里，拿着女儿的照片逢人便问，可惜也是毫无收获。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走上街头寻找张伟玲，在队伍里还有一些与她素昧平生的人。伟玲的朋友建了一个博客，放上了她的照片，从而吸引了很多善良的志愿者伸出援手。On behalf of the Teal family, you can also log on to this website, findfelicia.blogspot.com. So please keep your eyes peeled for her, and let's bring her home soon. Thanks. 27岁的达西亚说，他们几个朋友自掏腰包出钱印海报，到全岛各地张贴，前后印了3次，一共印了上千张，却一点消息也没有。张妈妈曾经通过记者向公众恳求，我的女儿下落不明，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危险，她是一个有天分又乖巧的孩子，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找她。在家人朋友苦苦寻找了几天之后，7月3日，新加坡警方正式受理此案，马林台的祖屋成为了警方调查的起点。那间位于马林台19座10层的祖屋单位，房主姓林，这间屋他一直出租。当下的租客名叫丹尼尔，当年22岁，也是拉塞尔艺术学院的学生。他比张伟玲大上好几届，2个人是通过张伟玲的同学拉吉的介绍才彼此认识。案发当晚，祖屋电梯的闭路电视显示，张伟玲和2名男子进入电梯，上到10楼，3个人一起走了出来。张妈妈看完录像以后说，她知道女儿有个住在马林台的朋友，但是她认不出录像里的2名男子是谁。然而警方却很快查明，这2名男子正是丹尼尔和拉吉。2个人说，当晚在10层的那间单位里，只有他们俩和张伟玲在场。张伟玲来做客，却手机不离身，一直在房间里收发短信。他们俩抱怨铃声有点吵，张伟玲一气之下就自己离开了。2个人还说，他离开的时间是6月30日的凌晨2点左右。临走时，他背着乳白色的背包，里面装了他的苹果电脑和数码相机。不过电梯的闭路电视却没有拍到张伟玲离开的画面，祖屋附近路面上的摄像头同样也没有捕捉到他的踪迹。
丹尼尔和拉吉的解释是，他没有搭电梯，而是从楼梯走下去的。这两个人竟然放心地让韦玲在深夜2点独自下楼回家，身为他的朋友，这有点说不过去。哪怕送他到楼下，看着他坐上计程车也好吧。而张伟玲大半夜的有电梯不坐，非要受累走10层楼梯，难道是着急要离开吗？他要逃离的是什么呢？尽管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些疑点，然而当时警方却没有事实证据来证明丹尼尔和拉吉与韦玲的失踪有关，所以警方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案发1个月以后，警方从韦玲失踪当晚的通话记录里发现，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酒吧上下班时，他经常订这位司机的车，而他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是在凌晨2点37分给一名身份不详的男性。至于短信里写了什么，无从知晓。当年有传言说，在案发之前，张伟玲经常借酒消愁，是因为考试不及格才不敢回家。他的朋友否定了这个说法。有人猜测，深夜2点多，公共交通已经停运，他可能是搭了计程车以后发生了意外。然而，案发当夜并没有的士司机向警方报告异常的情况。还有种理论认为，因为马林台靠近东海岸公园，张伟玲可能在和朋友闹得不愉快以后不慎落海。其他的一些传闻和理论还有很多，我就不再引用了，我只讲一讲被谈论最多的，也就是张伟玲离家出走的猜测。这是一种最容易想到的理论，但是它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为什么这么说呢？韦玲随身的背包里只有电脑和相机，并没带衣服和其他日用品，说明她并没打算出远门。而且张妈妈相信她身上不会有太多钱。警方调取的监控显示，失踪当晚她在家附近的 ATM 机上取过钱，但金额只有区区的30新币。当天晚上在拉塞尔学院的聚会上见过张伟玲的朋友都说，她的表现和平时无异，没有反常的迹象。而且第二天她早就已经订好参加好友西提的婚礼。往后几天，他即将入职一家顶尖的广告公司实习，再推到1个月以后的8月1日，就是他期待已久的 The Cure 的演唱会，买票就花了他180新币。这些都让亲朋好友坚信韦玲不会无故的离开。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些事实对指明他的去向却也毫无帮助。案发1个月以后，警方发言人和媒体坦白，到目前为止，追踪张伟玲下落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友后来在网上发评论说，一开始警方说调查通话记录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于是家人朋友向新加坡电信购买了通话记录，提供给了警方。在收到记录以后，警方才承诺会跟踪线索，深入调查。这位好友还讲到，事发祖屋的监控录像也是他在案发后1个月提醒警方去调取的。韦玲的另一个好友还不停地在网上搜寻韦玲的蛛丝马迹，他的努力持续了1年多。张伟玲的父母不忍心，安慰他说该放下了，生活还要继续。对别人虽然这么说，但是伟玲的父母自己却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一直没有置换过房子，伟玲的手机号码他们也不断续交话费，还动不动就跑去东陵警察局了解最新的动向。张妈妈也把要送给女儿的紫色棒球帽带在身边，而且从未停止向佛祖虔诚祈祷，保佑女儿能够平安归来。牵挂着张伟玲的不只有家人和朋友，新加坡也不曾忘记她。2020年，这个13年的悬案再次引发了线上和线下的关切。6月2日，曾经为寻找中国女孩黄娜不遗余力的罪案图书馆在 Facebook 上重发了张伟玲的寻人帖，呼吁网友提供线索。接下来的11月15日，联合晚报登出专题文章，再次报道了伟玲的失踪，让此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文章登出以后1个月，2020年平安夜的这一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根据警方新掌握的线索，已经35岁的丹尼尔被指控于2007年6月30日凌晨1点39分至上午7点20分之间，在马林台19座10楼的祖屋单位里谋害了张伟玲。因为疫情关系，丹尼尔通过视频远程出席首次庭审。他身穿 T 恤衫，戴着黑框眼镜，留着蓬乱的长发。在听到指控时，他面无表情。根据 LinkedIn 上的个人资料，丹尼尔曾在拉萨尔学院攻读传播设计和广告学位。在被捕时，他在新加坡知名的硬件公司雷蛇工作，他的职位是创意经理。截止影片制作的2021年4月底，案件仍在等待进一步审理。
警方的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只是嫌疑人丹尼尔还需要进行精神病学的评估。时隔13年后，案情是怎么突然取得突破？警方又是如何定位到丹尼尔的呢？官方的说法是，张伟玲这起多年未破的失踪案，13年来警方一直没有停止调查，除了对家人、朋友和当晚他联系过的所有人做了充分的访谈之外，他们还监控着张伟玲的银行账户、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进展。于是根据内部流程，在2020年的7月，此案被移交给刑事侦查局，也就是 CID 继续调查。11月，有邻居看到2名便衣警员直接进入了事发单位，特别查看了厨房和厕所，大约花了1个小时才离开。案情的突破口是 CID 找到了张伟玲失踪时随身携带的那个装有相机和电脑的背包，并且把这件证物与35岁的嫌疑人丹尼尔联系了起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已经不住在事发单位里，新的租户已经在那儿住了10年。莫非伟玲的背包仍然藏在祖屋里面，又或者是背包是在别处发现的？警方并没有透露，他们选择不公开更多的细节，一方面是出于对张伟玲家人的尊重和保护，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有一名嫌疑人没有找到。这名嫌疑人就是如今已经33岁的拉吉，当下他并不在新加坡。根据 LinkedIn 上的个人介绍，拉吉在案发4年后的2011年从拉萨尔毕业，获得了视频艺术的荣誉学位。后来他曾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多家电影制作公司任职，最新的职位是导演助理。然而，当丹尼尔被捕的消息于2020年底被媒体公开以后，拉吉关闭了他的所有社交网络账户，从此销声匿迹。在已经公开的调查结果里面，还有一个令人悲伤的结论。警方相信，在张家父母于7月3日正式报案之前，张伟玲应该已经遇害，遗体相信已被丹尼尔和拉吉所处置。丹尼尔和拉吉很有可能是用派对的幌子把伟玲骗到了那里。伟玲当晚也许没能走出这栋大楼，案发的第一现场很可能就在10楼的单位。在丹尼尔被捕以后，张伟玲的家人拒绝了媒体的采访。张伟玲在蒙克山中学的同学33岁的杨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心情沉痛地说，我倒觉得如果再也收不到她的消息也是件好事，虽然大伙儿都很确定她不是离家出走，但至少还希望她在某个地方快乐地活着。在社交网络上，自称是张伟玲前男友的网友讲到，案发当时在网上能看到一些捕风捉影和胡说八道的消息，还有人往伟玲身上泼脏水，甚至有人打恶作剧电话到张家，让他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现在案情逐渐明朗，他准备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维护伟玲的名誉。愿张伟玲能够安息，希望伟玲的家人节哀顺变。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如果后续案情有新的动向，我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各位。另外，以我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我想在此向观众呼吁，如果你恰好知道垃圾的动向，请与新加坡警队和 CID 取得联系。如果你觉得有话想说，在下面留言。要是你对这部影片不满意，老规矩，踩的按钮连点2下。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就不要犹豫，加个订阅吧，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我是吉米，这里是吉米调查局，我们下期再见。